从潜龙到飞龙的人生成长秘籍。为什么说钱是万物之始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易经正式深度解说系列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乾卦最后一集了。在古人的宇宙观里，乾就代表着天，代表着纯粹的阳气，是万物诞生的原始动力。商祛子木先生曾说，乾卦是一切之始，一切出生。如果你把易经看成是一部关于变动的教科书，那么乾卦就是教你如何在这变化莫测的世界里建立起最稳固、最刚健的核心人格。我们常听一句话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这其实就是乾卦的灵魂所在。但乾卦不仅仅是教你硬碰硬的刚，它更包含了一套极其缜密的人生成长逻辑，从潜伏、蓄势、试探到最终的辉煌以及登顶后的反思。核心密码元、亨、利、贞，在乾卦的经文开头只有4个字：元、亨、利、贞。这4个字被孔子在文言传里称为乾的4德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事业或生命周期必经的4个阶段。元，善之长也。元是开始，也是最大的善，它代表了一种创造力。用现代话讲，就是你的初衷和愿景必须是正向的、利他的。君子体察这种仁爱之德，才能领导他人。亨，家之惠也。亨是通达、汇聚。当你的初衷是对的，美好的事物自然会汇聚到你身边。这就要求我们懂得合理，也就是在社交和事业中遵循和谐的规则。利，义之和也。利不仅仅是利益，更是合意。只有当利益的分配符合正义与公平，这种利才是长久的，对万物有益的。贞，事之干也。贞是守正，也是坚持。无论外境如何变化，内心要有那个支撑你屹立不倒的骨干。这就是乾卦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。要做成大事，不仅要有远大的愿景元，还要有通达的手段亨，公正的分配利和坚定的操守贞。6条龙的生命进化史。乾卦由6根阳爻组成，孔子将其形象化地描述为6条龙。这6个爻位精准地对应了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应当采取的行为准则。初九，潜龙勿用，隐忍的智慧。经文说潜龙勿用，孔子解释道，这是龙德而隐着。在这个阶段，你虽然拥有龙的潜质，但时机未到，地位还在最下层。这时候最忌讳的是急于表现。现在的你可能刚进入一个新的行业，或者正在谋划一件大事，你的能力还不足以改变环境。这时候你要学的是顿世无闷，就算别人不认可你，你也不感到郁闷；没人看到你，你也不急着出名。此时的勿用不是无所事事，而是为了更深的潜伏和修养，确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志向。92，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，初露锋芒。经文说，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龙已经出现在地面上了，这意味着你开始进入大众视野，展现才华了。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诚和谨。孔子提醒我们，在这个阶段，说话要讲信用，做事要谨慎，防范邪念，保持诚恳。而且你会遇到能提拔你的大人，你要主动去向那些有德行、有资源的长辈或导师请教。记住，此时的成功不是因为你有多牛，而是因为你刚好处于一个适时的位置，德行得到了认可。93，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最危险的奋斗期。经文说，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乾乾就是勤奋再勤奋，夕惕就是晚上还要反省。93这个位置非常尴尬，它不在天上，也不在田野，而是处于内外卦交接的地方。它代表了一个人事业的上升期，压力最大，风险也最高。你会发现自己重刚而不忠，性格容易变得激进、刚愎自用。所以你要像马达一样不停运转，白天奋斗，晚上警惕。只有这样，哪怕环境危险，利你也能做到无咎，也就是不出大错。94，或跃在渊，关键的选择。经文说，或跃在渊，无咎。或
就是不确定，可能跳上去，也可能留在深渊。这是一个转折点，你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能量，摆在你面前的是向上突破的机会。但这里有一个字叫移，向上走意味着巨大的责任和不确定性。孔子说，这叫上下无常，并不是因为你走歪门邪道，而是因为你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测试、自试来寻找最适合的时机。此时退一步是为了更稳的进。95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人生的巅峰。经文说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这是乾卦最辉煌的爻位，也是成语95之尊的来源。到了这个阶段，你的德行和地位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，此时你会产生一种同声相应、同气相求的磁场，云从龙，风从虎，所有的资源、人才都会被你吸引过来。但要注意，即便到了巅峰，依然要利见大人，也就是要亲近有智慧的人，顺应天道。真正伟大的领导者是顺应万物自然生长，而不是靠个人意志强行驱动。上九，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。经文说，亢龙有悔，龙飞得太高了，脱离了大地，脱离了民众。这是乾卦给所有成功者的终极警告。当你贵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身边又没有贤臣辅佐时，只要一动就会后悔。所谓的亢，就是只知道前进，不知道后退，只知道获得，不知道丧失。这种穷极之灾，是由于违背了事物循环的规律。乾卦的终极秘籍用九，大家可能注意到乾卦最后还有一句话，用九见群龙无首吉。这可能是整个易经中最难理解也最深刻的地方。为什么要群龙无首才是吉利？在宣僧讲义中提到，这代表了一种大同的境界。当每个人都像龙一样刚健、自觉、自强，每个人都能自我治理，那么就不再需要一个强制性的首领。这是一种化的境界，以纯阳用纯阴，以纯刚行纯柔。真正的强者到最后是不显山不露水的，他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。为什么孔子要反复解释乾卦？易经正式中提到，孔子对乾卦的解释特别详尽，因为它包含了天人之道的全部精华。孔子认为，《易经》不仅是用来占卜吉凶的算命书，而是一部教人如何通过改变自己的言行来自治其吉的教科书。人道重于天命，你想求福吗？那你要先自省有没有无咎。诚是核心，无论在哪个阶段，92的贤邪存其诚，93的修辞立其诚，都是在强调一个诚字，诚心不渝，经时为开。生活的启示。听完乾卦的这6个阶段，你觉得自己现在在哪一个位置呢？如果你还在学校或者职场基层，请记住潜龙勿用，不要因为暂时没被看见就愤世嫉俗，那是你扎根的时候。如果你正在事业上升期，感到精疲力竭，请记住惜体若利，这种勤奋和警惕是保护你度过危险期的唯一法宝。如果你已经小有成就，请时刻提防亢龙有悔，学会退后，学会让功，学会保持那颗初心。乾卦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命运不是上天注定的，而是根据你所处的时和位做出最恰当的行为以及结实。刚健不代表鲁莽，中正不代表死板。孟子曾说，《易经》是成于文字之前，超乎文字之上的学问。乾卦的6爻就像是宇宙运行的6个刻度，它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成功的路径，更是一种饱和太和的生命态度。无论你现在身处深渊还是云端，只要你能保持那份刚健、中正、纯粹的心，你就是那条能够驾驭命运之车的龙。为什么人道比天数更重要？在宣圣讲义中，孔子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：易经不是用来预测命运的，而是用来立教的。很多人读易经总想看自己命好不好，但讲义里说，先人后天，为
人道之本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在问吉凶之前，你要先自问：我的言行到位了吗？自治其吉。你的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你自己修来的。如果你能做到朝迁夕替，每天勤奋努力并反省，那你自然能免于咎。占天之运必须先尽在己，想要占卜天命的运气，必须先看你自己的努力尽到了没有。如果自己不努力，天天求神问卦，那是舍本逐末。所以乾卦的灵魂不在于那个天字，而在于君子以诚德为行。这就是易经正式的核心价值观。你的德行就是你最好的风水。文字背后的秘密，谦到底是什么？商祛、子木先生，孔子的学生，在讲述中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学术秘密。他说，谦卦为什么叫谦？在古文字里，谦字其实是从天象演变而来的。谦属金，象天，它代表了一种极度纯净、刚健、负压万物的一种力量。字象书，音仍进。在古代，谦和干和天在某种意义上是互通的，它代表了汉，代表了阳气。六爻与八位的逻辑，为什么是六爻？因为天数是5，地数是6，6是一个乘数，代表了后天的世界。乾卦用6个爻，就是为了在后天的复杂的世界里，给万事万物定下一个法度。所以，当你读到乾卦时，你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符号，它是古人通过观察日月运行、天地度数总结出来的一套生命算法。文言传的3段论，从文字到灵魂。文言传对乾卦的解释分成了3段，这对应了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3才思想：天地人。第一段是直义人道，告诉你元亨利贞对应的仁义礼智，这是教你如何做人。第二段是通义天道，讲阳气的潜藏与升腾，这是宇宙的物理规律。第3段是元义天人合一，讲圣人如何与天地合其德。这3段层层递进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修养如果到了极致，他就能突破个体的局限，达到那种先天而天复为，后天而奉天时的境界。这种境界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。核心修炼诚的万能钥匙，文中特别强调了一个字诚，这不仅是易经的重点，也是中庸的灵魂。贤邪存其诚，92爻教我们在刚刚露头的时候要防止邪面，保存内心的真诚，修辞立其诚。93爻教我们说话、写文章、立言都要以真诚为基础。为什么诚这么重要？因为在乾卦这种纯阳的世界里，任何虚伪和投机取巧都是杂质。文章里说，诚则诚矣，只有真诚才能产生那种穿透金石的力量。这对于我们现代人特别有启发。在充满套路的社会里，真正的高阶套路其实就是真诚，因为真诚是符合乾卦的纯粹精野的天性的。孟子的讲述，性命双修的最高境界。孟子、亚圣在讲述中把乾卦上升到了生命哲学的高度。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口号：各正性命，保和泰和。我们要理解2个概念：咸道变化，宇宙是在不停变化的，你的身体、事业、环境每天都在变。正性命，在这万千变化中，你那个不动的本质是什么？你的天命和本性是什么？你要把它正过来。泰和，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和谐。立贞，孟子认为立贞就是修持之事，通过清净、自律、反省，把我们那颗容易被欲望污染的心恢复到像乾卦一样的纯粹精的状态。这就叫依情而性，把波动的、不稳定的情感升华为稳定的、刚健的本性。93与94的危险游戏，文中对93和94爻的分析非常精妙。这2爻是重刚而不中。93的利，为什么93这么危险？因为它处于内卦的最顶端，太刚了，又没到中位，所以它必须谦，通过极限的勤奋来化解这种位势的危机。94的祸，94在95之下，它更尴尬，
大，因为终不在人，他必须通过自试，反复测试自己的能力和时机。这两爻其实是在提醒那些处于事业转折点或者中层领导岗位的人，你现在虽然有能力，但位置很危险。你的生存之道不是张扬，而是替和跳跃前的审慎。圣人视角，处在上九，如何不后悔？一般人遇到亢龙有悔，基本上就是走下坡路了。但文言里有一句“其为圣人乎”，难道圣人遇到亢龙就不后悔了吗？文章解释说，圣人知道什么是进退存亡，知进退。当事业到达巅峰，即将滑落的时候，圣人能主动退位，或者把功劳给别人，不失其正，因为圣人修的是天德，他不以位尊为乐，不以失位为忧。所以这一爻不仅是警告，更是一种格局的测试。如果你是一个执着于名利的人，你必毁无疑；如果你是一个通达天道、手持中正的圣人，你反而能开创出用九那种全新的局面。大统愿景，群龙无首的终极文明。最后，我们要聊聊那个充满禅意的群龙无首。传统的解释是没人当头，所以吉利，但易经正式给出了更高远的解释，这是一种上治之势。当每个公民、每个个体都具备了乾卦的龙德，每个人都自律、自强、诚实、中正，这时候就不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者了。这就是古人向往的大同世界，不立守而自治，不离群而皆同。这种境界就是见天则，见到了上天的根本法则。总结乾卦给现代人的5条人生箴言，我们要如何把这厚重的乾卦智慧应用到今天？第一，做人的底色是诚，无论你处于什么阶段，不要丢掉你的真诚，那是你连接宇宙能量的唯一频率。第二，要有浅的耐心，没成功前别急着出名，好好积攒你的龙德。第三，要有替的警觉，越是上升期，越要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第四，要有变的智慧，世界在变，你的性命要守正，但你的方法要随波变应。第五，要有退的胸怀，巅峰之后必有谷底，学会优雅的转身，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圣人。乾卦不是让你变强，而是教你如何在变强的过程中依然保持那份纯粹、中正与和谐。易经乾卦的智慧跨越了数千年，从伏羲的符号到文王的卦辞，再到孔子和孟子的微言大义，它最终告诉我们的只要一件事：天在运行，君子也要像天一样永不停息的去完善自己的德行，探寻源头，乾元到底比天高在哪？在前面的解说里，我们提到了乾元，大家可能觉得这只是个形容词，但易经正式的释文中有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乾元者，统天也，御天也。这就很有意思了，在我们的认知里，天已经是最大的了，为什么乾元还能统领天、御天呢？乾元是神，天是形，咱们可以这么理解，天是那个蓝蓝的看得见的自然界，而乾元是背后那个看不见的最原始的推动力。就像老子说的道，它是万物之母，比物质的天更早存在。大哉乾元的格局，为什么文章开篇就赞叹大哉乾元？因为它不光创造了生命，还管着生命的终始，它就像是一个完美的程序底层架构，所有的星星怎么转，四季怎么变，全是乾元在背后微操，给咱们现代人的启示。你在做事业的时候，不能只看那个形，比如公司规模、资产，你得找到你的元，这个元就是你的核心价值观，是你在这个世界立足的那个最原始、最纯粹的能量点。有了它，你才能统御你眼前的复杂局面。孔子的教育学，《易经》是改错本，不是预言书。在《宣圣讲义》
这一节中，孔子特别强调了一个逻辑：为什么圣人要给乾卦写这么多字？其实古时候的易经字儿极少，就几道横杠，后来人变复杂了，心思乱了，单纯的符号看不懂了，圣人才不得不写下卦辞、爻辞。先人后天，孔子说，不论你站到哪一爻，都要先看人道。如果你人坐歪了，站到飞龙在天也没用，那叫德不配位，自求多福。这话在正式里解释得非常硬核，必先自问无咎，而后术可免于咎。你得先在自己身上找问题，把自己修通了，那个天数里的灾祸才能绕着你走。所以咱们看视频的各位，以后别光想着转运，得学乾卦的朝间七替，你自己变刚健了，命运的齿轮才会往好的方向转。深度剖析九三爻，中层领导的生存艺术。咱们再来深挖一下九三爻，这是易经里君子最累的一爻，重刚而不重。为什么累？因为你太强了，重刚，但还没到那个能一锤定音的位置，不重。你在下卦的最上面，离上卦的一把手九五还有一段距离。忠信与居业，这里的讲义提到，忠信是用来尽德的，修辞立其成是用来居业的。心理侧写，93的人白天忙得脚不沾地，前睡不着觉，在那儿琢磨自己有没有做错。T 这种焦虑不是坏事，这叫知至治之。你知道你的目标在哪儿，你正一步步挪过去。如果你现在就是一个部门的小头目，或者是个创业初期的小老板，93就是你的真实写照。别抱眼泪，这种力危险感是你成长的磨刀石，只要你守住成，即便环境再险恶，结论也是4个字：虽危无咎。94爻的宜跳槽还是跳楼？94爻叫或跃在渊，这个或字在正式里被解释为宜，犹豫的价值。很多人觉得犹豫不好，但94的犹豫是尽德修业，欲及时业。你想找个好时机跳上去，但这步要是跳错了，就掉渊里去了，自噬的过程。讲义里说94是在自噬，这就是我们说的试错。你不确定能不能行，那就先小步快跑测试一下，进退无衡。这一爻其实最宽慰人心，它告诉你在面临重大选择时，进进退退，犹犹豫豫是很正常的。这不是因为你邪恶或者没主见，而是你在顺应时机的波动。95的圣人境界，什么是真正的利见大人？到了95，大家都觉得是当皇帝了，爽得很。但正式告诉我们，95的精髓不在于权力，而在于感应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这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吸引力法则。当你的德行到了95的境界，你不用去求人，那些优秀的人、大人自然会来找你。圣人坐而万物睹，真正的领袖不是在上面发号施令，而是像太阳一样升起来，让万物都能看清自己的方向。深度思考，95也说力见大人，你都当老大了，还要见谁？这代表了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永远要有空杯心态，去见那些在德行、智慧上更深不可测的人。上9的知止艺术，圣人如何抗拒重力？咱们聊聊最让人扼腕长叹的亢龙有悔，知进而不知退，这是凡人的通病。为圣人乎？这里文章里有一句特别扎心的话：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为圣人乎？如何软着陆？上9的归基是贵而无位，高而无民。你虽然位高权重，但你已经不接地气了，下面的人不听你的了。这时候圣人的做法是顺应阴生的规律，主动把舞台让出来。这部分可以结合日常中那些功成身退的大企业家，或者那些执迷不悟的最终破产的枭雄来对比解说，非常有共鸣。孟子的立真论，修行的实操工具。孟子在亚圣讲述里把乾卦说得很通透。他说，乾卦的4德里，立真是人道之本，立以境外，真以境内。立是让你去把外在的事儿办得合情合理，真是让你把内心的根基扎得死死的。清净始，立真成。孟子认为修行要从清净开始，只有你心静了，你才能看清自己的性命。保和泰和，这不是一个人的和谐，而是你和整个环境的和谐。你做事顺了，身体好了，心情舒畅了，这就叫保和泰和。
全卦的总结，做一条不断进化的龙。咱们把乾卦从头捋一遍，你会发现它讲的就是一个能量转化的过程。乾，能量的积蓄，初9；建，能量的出现，92；替，能量的磨砺，93；跃，能量的突破，94；飞，能量的爆发，95；亢，能量的过载，上9；用，能量的化境，用9。易经正式告诉我们，乾卦不只是一张图，它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底色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做一个谦谦的人，用最纯粹的诚意去应对最复杂的变局。不管你现在是在深渊还是在云端，记住，你是龙，你要自强不息。希望这段跨越1000年的时空对话，能为你当下的生活带来一丝力量和光明。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